天寨是香港一座结合客家与天主教文化的小岛。过去岛上居民以晒盐为生，在80年代，小岛逐渐荒废，更曾被称为鬼岛。直到2000年，村民回来，并陆续推动复兴社区计划，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项之外，也让香港制造的盐业得以保存。今天我们搭船到盐田仔，一起认识本地传统产业。早在1670年代，客家人从南方移居到香港，就发现盐田仔这个地方。盐田仔是一个有300年历史，结合了天主教以及客家文化的小岛，而这里当初是由客家人陈氏的人组成的。自宋朝时期，客家人开始南迁到香港定居，其中盐田仔的陈氏祖先祖籍广东，经过多次迁移后来到盐田仔，并建立盐田仔村，从事务农、晒盐、捕鱼等工作。因为岛民离乡别井，盐田仔也叫做盐田仔，仔意指乡里，有不忘故乡的意思。而盐田顾名思义就是产盐的地方。自汉朝记载，香港有2000多年历史的盐业，由于沿海的地理位置，海岸线长，加上浅海泥滩适合产盐，让香港成为朝廷生产海盐的重镇之一。尤其在古代，盐很珍贵，而且制盐的利润很高。自汉武帝时期，盐业成为国有化，并设立官员到各海边城镇去管理制作和销售海盐，一切利润归收国有。民间制造和贩卖私盐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同时，香港位于珠江口，是对外重要的贸易和补给站，让香港的盐业逐渐兴旺。过去官富场是香港产盐的重镇之一，位于今天九龙湾一带，也是观塘旧村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香港最早极有年份的刻石，证明了官富场的存在。这个大庙湾刻石在700多年前刻成，也就是南宋时期，记载当时盐官严义章与好友一同游览清水湾的事迹，就是刻石的首句，故变严义章观市场。现在刻石已被列为法定古迹。直到北宋亡国前后，盐业缺乏官员监管，大溪山居民便私下产盐食用和贩卖。在1197年，南宋政府为了掌控制盐产业，派出官兵逮捕产卖私盐的违法者，引起官民冲突以及多个死伤，史称大溪山盐民起义。自此，大屿山的产盐业日渐式微。到了清朝，政府为了防堵郑成功在台湾的势力，颁布迁界令，下令沿海居民搬进内陆地区。自此，许多盐田遭到废弃，而香港的造盐业也逐渐式微。尽管清廷宣布复界，但居民已经改以捕鱼还有务农为生。今天的盐田仔是香港唯一产盐的地方。早期香港有5大盐田，包括大屿山的大澳、屯门新墟和黄家围、沙头角的盐寮下，以及大埔船湾的盐田仔。过去盐田仔居民以晒盐为生，并贩卖给其他西贡居民。全盛时期有200多个人居住在岛上，但随着经济转型还有城市变迁，在60年代，盐田仔村民一一外迁，盐田改为鱼塘，更被弃置。加上现代技术简化产盐的过程，使晒盐的经济价值不高。香港产盐业在70年代逐渐式微，最后一户村民在90年代末搬出，让盐田仔成为空岛，田地和建筑物被荒废。直到近年，村民为了保存晒盐业，盐田仔村民修复盐田，成立盐光保育中心。盐田的修复也重现昔日客家祖先的造盐面貌。200年来，客家人在岛上靠着日晒风吹的方式来晒盐，也令到盐田仔有这个名字的由来。盐田仔全岛约500多尺宽，
由于海拔不高，只有37米，盐田仔的地势适合晒盐。至今岛上仍然使用传统晒盐技术，以水流式晒盐方法，透过潮汐涨退引入海水，水流沿着引水道进入储水池，再进入蒸发池。当海水静置在蒸发池时，水中的杂质会沉淀到池底。经过几天的日晒风吹后，海水被蒸发并结晶成盐。而制作海盐的整个过程需要大约14天。盐场修复项目在2015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的杰出项目奖。不过，盐田以外，岛上仍然缺乏资源。在以前，村民为了开拓更多地方，需要来往礁溪州，而连接两岛的就是玉带桥，不仅便利了村民的生活，更体现出客家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地位。在客家传统文化中，男性外出读书、工作，女性则包办所有家务，包括煮饭、缝纫、耕田等劳工。因此，客家女性不仅在家里担起重要的角色，更对盐田仔的岛上发展贡献之大。在玉带桥建立之前，为了前往礁溪州拿取资源，女性村民需要涉水过岸。为了防止弄湿衣服，有时候还会把裤子脱掉。曾经也有村民涉水时被海水淹没的意外发生。为了改善还有解决问题，村长召集男女老少一起合力亲手建筑堤坝，也就是玉带桥，建于1953年。今天看到的玉带桥是经过多次的修复和重建，其中包括香港大专院学生以及政府的资金帮忙。而盐田仔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身为一个客家村落，但岛上却没有传统的祠堂、庙宇或土地神位。这是因为岛民信奉天主教，盐田仔也成为香港早期少数全村信奉天主教，并且带有宗教特色的客家村落。在1840年，传教士来到香港传教。1864年，有2位意大利神父踏上盐田仔传福音，分别是何神父和柯神父。2年过后的圣诞节，陈氏家族33人接受洗礼。直到1875年，全岛居民完成洗礼，成为信徒。盐田仔成为香港唯一的天主教客家村落，更有教友村的称号。今天看到的圣若瑟小堂是岛上唯一一个教堂，在1890年建成，但随着居民一一迁离，教堂日渐失修。当时的神父打算关闭小圣堂，并计划取消1年1次的圣若瑟主保瞻礼。得知消息的盐田仔居民便合力筹款重修教堂。尽管在90年代末盐田仔成为荒岛，但是在5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村民会借着圣若瑟主保瞻礼，也就是天主教对某位圣人表示尊重的庆典日，一同回到岛上叙旧相聚。经过4年的修复后，在2005年，圣若瑟小堂修缮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迹保护优异奖，之后更被列为2级历史建筑。在修复圣堂屋顶的时候，建筑师刻意选用红色的砖瓦，表达盐田仔的中西融合文化。除了小圣堂，岛上唯一一座小学陈波学校也是盐田仔著名的建筑物之一。陈波学校建于1920年，不仅为盐田仔的小孩提供教育，也让附近村落的孩子一起上学。身为科室学校，陈波学校的师生人数不多，只有3-4位老师和10几位学生。乡村学校的授课方法也跟城市不一样，更注重全人发展。起初科目有国语，尺读就是教导如何写信、算术、劳作课、体育课，还有农村常识课。课室里的书桌椅都是学生自己从家里搬过来的。在60年代初期，陈波学校成为全西贡99个乡村中唯一一个有英文班的学校。随着西贡的发展，学校已经在1997年停办，直到2006年校舍活化成为文物陈列室，展示各种盐田仔村民过往的生活痕迹。
从村民迁离、荒岛到盐田修复以及文化的推广，盐田仔村民展现出客家人坚持不懈的精神。有人形容客家人为东方犹太人，历经政治逼害等种种考验，一次次迁徙，逆境生存。然而，村民们不仅仅透过合作，还有努力，让家乡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奖项，更恢复香港的传统产业，成为全港仅剩唯一的产盐地。盐田仔或许已人去楼空，但文化依旧薪火相传，保留着一段珍贵的故事。给我接，不用安装。